大家好，我是米仁达，一名生活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姑娘。为了应对东南亚迅速复活的冠状病毒疫情，马来西亚的苏丹国王在1月12日发布紧急声明说，国家进入到紧急状态，暂定紧急状态持续到8月1日。对于没有听说过紧急状态的人来说，这个词或许很陌生，也很害怕。但是呢，这次的马来西亚紧急状态却和我们常识的认知不太一样。我知道 YouTube 上观看我视频的都是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地区的人，所以这边发生了什么大家心里都比较有数。但是对于国外平台的观众来说，他们觉得马来西亚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武装状态，甚至对大马这个国家都望而却步的。所以这里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。10个月前上任的马国总理慕尤丁在电视讲话中说，紧急状态不是军事政变，不会实行宵禁。他保证说，民政部门将继续运作。之前一天曾呼吁进入紧急状态的总理慕尤丁上周二证实，议会将休会，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不会举行任何选举。马来西亚紧急状态将持续到8月1日，但如果情况有所改善，可以提前解除。紧急状态可使政府在公共卫生系统不堪重负的时候征用私人医院，并争取军队和警察的帮助来对抗这种流行病。那为了应对疫情，全世界许多国家全力战役，都曾先后颁布了国家进入紧急状态。马来西亚自1957年国家独立以来，曾经颁布过4次紧急状态，分别是1964年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对抗期间，1966年沙拉越发生政治危机，当时的史蒂芬·卡隆担任首席部长；1969年发生513种族骚乱事件；1977年吉兰丹出现政治僵局和街头暴力事件，当时州人大臣拿督拒绝伊斯兰党的指示，下台后要求解散州议会，过后所有的紧急状态都被撤回。那不论这次的紧急状态目的为何，大马的疫情已经连续1个多月处于4位数的日增长，卫生系统确实正在濒临崩溃。马来西亚拥有人口3100万左右，由于严格的控制，去年马来西亚成功地控制了冠状病毒的大流行，但是最近连续数周疫情出现反弹，上周二新增3309个病例，创下年度纪录。目前马来西亚全国累计病例15万多例，其中600多人死亡。慕尤丁也在几天前宣布，对全国1半以上的地区实行新的行动限制，为期2周，包括首都的吉隆坡在内，居民除了上班和购买必需品之外，不得离开家园。大多数非必要的业务必须关闭，禁止跨州、跨县旅行。但其实我觉得这次的 MCO 充其量就是一场比较严格的 SOP， 根本算不上 MCO 2.0， 因为呢，基本上大多数商业经济活动都能照常进行，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。不能营业的店呢，也只有类似像夜市、SPA、按摩、理发店、眼镜店、服装店而已。但是最新的 SOP 好像有些店又可以营业了。那路上的车流量呢，确实比平常减少了一些，但还是很多。堵车的时候也是照样堵，还有学校主要的考试也是照常进行。那不知道这次的 MCO 会延长到什么时候，但是很大可能庆祝春节的计划是泡汤了。如果想要控制住疫情，需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全力配合。不论政府的决策如何，我们要学着自己保护自己。那么处于紧急状态和 MCO 的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，非必要的情况不要出门。那可以多一些网购，去在网上购买生活必需品。那学着在家做一顿饭，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顿大餐。其次呢，可以利用这几周的时间来学习网课。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，有很多的在线课程网站，或者是知名的大学公开课。那利用好这个时间，好好充电自己，是一个很好的提升自我竞争力的时间哦。或者呢，想懒一下，那就在家追剧，把这段时间没有看的剧还有综艺一次性补回来。那无论你是上网课，还是字母开远程会议工作，或者是想要在家安安静静的追个剧，你都会需要一个宅家神器，那就是一款无线耳机。那这款 Studio NIO 耳机是今天全球首发哦，被我抢到了。它有4种超美的配色，完全继承了瑞典品牌极简风的设计。最后呢，我选择了这款奶茶色，是这季新推出的特别款哦。这款无线耳机有超棒的沉浸式音乐体验，
触摸控制、防水设计，可续航长达20个小时哦。现在购买除了全球包邮、免费3年质保外，那输入这个优惠码还有15%额外的优惠哦。这个优惠码就到情人节2月14日，所以要选购春节或者情人节礼物的抓紧喽。据说这次的 MCU 不会超过1个月，但是谁又能说得准呢？不过真的是真心希望这次的封城是有用的，马来西亚可以早日好起来。感谢大家这期的观看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下期见哦，拜拜。